沙利文摊牌，扬言让中国统一永远不会发生，对华威慑无处不在。他这些言论管用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元绍。近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了对华政策的一个新概念，塑造中国周边的外部环境。在很多人看来，美国因为是无法改变中国，又不想与中国硬碰硬，所以只好选择改变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从而塑造更为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如果把这个理念放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玩法就是永远不让中国大陆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海问题，甚至永远不让中国统一。据南华早报报道，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场智库安全会议上说了大实话。他说，美国在外交、国防、情报等多个领域所做的努力，就是为了确保美国无需回答是否协防台湾的问题，而美国坚持的对台政策将不会有任何变化，包括一个中国政策、中美3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6项保证。其实美国的对台政策还是变了，因为对台6项保证就是最近新加入的说法。过去这只不过是美国的一位议员的观点，而现在变成了所谓的美国国内法。美国政府坚持将决定中美关系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以国内法为基础的对台关系法以及对台6项保证并列，充分证明了拜登政府又在玩猫腻。沙利文所称的确保美国无需回答是否协防台湾问题，换个说法就是确保中国大陆对台武统永远不会发生，这样美国就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了。道理很简单，只要台湾地区走向台独，大陆就会发起武统，而美国就会陷入两难。介入的话实力不够，而美军遭受失败之后呢，美国的全球霸权也将迅速崩溃。不介入的话，美国的外交信誉也会受损，更多的美国盟友会觉得美军根本就靠不住，同样会影响到美国的全球霸权。那么美国政府又有什么样的办法来确保永远不会发生武统呢？他们或许设想了这么几条：一、确保台湾地区当局不惹事儿，美国自己不挑战中国大陆划设的红线。从蔡英文当局在美国说出不再追求形式上的独立，再到尤锡坤收回云峰导弹可以攻击北京的说辞，就可以看出来，美国已经开始给台独分子拴上了狗链子。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将不支持台独放回了网站，而且其相关外交部门一再对华承诺坚持一个中国。第二，美国试图将台湾问题全球化，力推维持台海和平正义性的理念。台湾地区问题原本就是中国的内政，也是内战未结束的延续，但是美国和日本相勾搭、相配合，在多个国际场合以及多边机制上提出关切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包括香格里拉会议、G7峰会、美日印澳4方机制、美韩2+2会谈等等。要注意一点，所谓关切台海和平，这本身好像没什么问题，因为中国大陆比美国和日本更加关注台海和平。问题就出在美日所谓的关切是将中国的内政国际化，通过这样的手法把两岸发生的武力冲突说成是破坏台海和平。如果台湾地区当局一直不接受统一，也不参加和平谈判，中国大陆难道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统一的方式吗？可见这招舆论战其用心之险恶。第三，美国会通过情报、军事部署等行动，威慑和阻止中国大陆对台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正在推动印太战略，其中就有一项叫做太平洋威慑计划，企图通过军备竞争的方式让中国大陆放弃武统的计划。情报支持的方式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就已经出现过，而在俄乌冲突期间，这样的支持变本加厉。那么转移到台海问题上，就是美军直接宣布解放军要马上动手，通过制造外交舆论压力，以制止武统的发生。当然，俄乌冲突的爆发并没有因为美国情报的所谓准确性而终止。另外，美国还正在推动与台湾地区当局的所谓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推动台湾参加联合国组织，帮助其维持仅有的几个邦交国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玩的这条策略真的有用吗？还真的没用，因为解决台海问题的主动权在中国大陆的手上。美国自我感觉有用，无非是因为大陆目前还要给和平统一一个最后的机会。等到大陆决定要武力解决的时候，美国就发现一切都不灵了，一切都晚了。这个道理，沙利文会明白的，因为这一天不会太远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